如果有谁可以嫁给蓝副总的话，肯定会很幸福吧。想到这里，魏秘书鼻子一酸，大概是空气太冷了吧，冬日夜长，你可以一直住在这边。魏无羡还没回过神来，蓝忘机又说，那太好了，我今年都不用交暖气费了。魏无羡脱口而出，脸上尽是省了一笔钱的欣喜表情，大概也是觉得自己太过直白，赶紧向蓝副总道谢，谢谢蓝副总。你很缺钱？蓝忘机对这人的反应有些不满。也不是，魏无羡红着脸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想多存点，以后买房子。想买什么样的？蓝忘机来了兴趣。像蓝副总的房子就很好，可惜我买不起。魏无羡挠挠鼻子，大概只能买个普通公寓吧，先付首付，然后慢慢还贷款。你喜欢我的房子吗？蓝忘机很会把握重点。当然喜欢。魏无羡毫不掩饰地说，宽敞明亮，地段好，周围却一点都不吵，而且蓝副总装修很有品味。喜欢就好。蓝忘机微微颔首，终于露出满意的神情。拐过路口，就能看到蓝副总房子的轮廓了。马上到家了。魏无羡兴奋地说，他现在一点也不冷了，一方面是蓝副总一直握着他的手，另一方面也是步行这么长时间，身体自然暖和了。蓝副总，下雪了。魏无羡忽然向着天空伸出手。蓝副总抬头一看，果然，漆黑的夜空中不知何时飘起了点点雪花，看起来会下很大哎。魏无羡笑着说，明天要是有积雪的话，可以在花园里堆个雪人吗？可以。蓝忘机温声回应。嘿嘿，太好了，这个家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最近集团里要开一个重要会议，蓝副总这几日都在和董事们一起商议，敲定会议细节。魏秘书作为会务人员，也被分到小组里，忙碌着会前准备工作。虽然两人仍然同进同出一起上下班，但白天基本见不着面。魏秘书有些不适应，蓝副总不在身边，他总觉得心里不够踏实。不过，工作繁忙的魏秘书很快便投入到新的工作节奏，会议一结束便能回到蓝副总身边，也算是一种工作动力了。和魏秘书一组的是一个比他年长了3、4岁的男生，也是高高瘦瘦的，比魏秘书要进公司早。拿到分组后，罗清扬就告诉他，这人之前做过蓝副总的秘书，但不到1周就被调到其他岗位了。不过，纵观蓝副总的历任短命秘书，调任后还能继续留在集团总部，他还是唯一一个。共事2天后，魏秘书也能感受到这人优秀的工作能力，但为何会被调离岗位呢？魏秘书有些好奇，但作为蓝副总现任秘书，也是唯一一个没被炒掉的秘书，他不敢去问。然而，没过几天，魏秘书没有动作，对方却先有了动作。魏秘书，你跟蓝副总挺久了吧？男生忽然凑近，自来熟一样问道。是啊。魏无羡随口答道。那你知不知道蓝副总的秘密？男生神神秘秘地说。什么秘密？魏无羡惊讶道，蓝副总有什么秘密他不知道，这被炒掉的前任秘书却知道。你不知道吗？亏你跟他那么久。男生故意吊胃口般笑了笑，蓝副总表面上是正人君子，背地里却是个渣男哦。无凭无据，不要乱说。魏无羡有些生气，蓝副总的私生活单一的要命，生活中从不会出现什么乱七八糟的女性，哪来的渣男一说？你不知道罢了。男生煞有其事地说，劝你还是早点申请换个岗位，对你前途也好。我从没有听说过蓝副总与任何女性有过绯闻，请你以后不要散布这样不实的谣言。魏无羡义正言辞地说，无论是作为蓝副总的前秘书，还是作为姑苏集团的员工，也不该如此诋毁上司。哼，蓝副总以前的秘书可不是男的，而是女的。男生得意地说。听说那女的因为受不了蓝副总的骚扰才辞职的。看这人认真的模样，不像胡编乱造，估计是那位女同事被调到边远的分公司怀恨在心而编造的谣言吧。那也不是骚扰你，你不要只听别人一面之词。魏无羡神色异常认真。公司里居然有人在背后诋毁蓝副总，魏秘书很是震惊，必须制止。喂，你不会真的入戏太深吧？多当几天秘书就把自己当自己人了？男生不屑地说，
我才不想当秘书，有什么前途？整天只会对着别人点头哈腰的。那是你的选择。魏无羡觉得这人真是三观不正，工作本就没有三六九等之分，这样贬低同事，很没有礼貌。那抱歉哦。男生笑嘻嘻地说，一点也没有抱歉的意思。魏秘书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话。会前准备阶段接近尾声，魏秘书为能与那嘴碎的男生结束工作搭档而心情愉快。马上快下班了，但蓝副总有事回老宅了，魏秘书准备加快工作进度，加会班在今晚完成工作，明天就彻底与那男生说再见。魏秘书这么拼命啊？男生正准备下班，看到魏秘书还干得起劲，忍不住出声嘲讽，蓝副总给你多少工资啊？你这么拼，起码比你高。魏无羡低着头随口对道。